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这集灵感来自于大 S 跟具俊晔结婚的时候穿的这一件粉红色的洋装。我要用在二手店找到的这件粉红色的洋装以及白色的衬衫来做。我还蛮喜欢这件洋装原本的垂坠感，所以裙子的部分我不会去动它。但是因为这一件布料的材质有点透光，所以我决定在里面做一个衬裙。原则上我们会把上面裁剪掉，然后腰身这边要再缩紧一点。你可以请旁边的人帮你做记号，你也可以反着穿之后用别针稍微固定，然后这样来做记号。我希望它的腋下的开口再往上提一点，所以先稍微在肩膀的部分固定。往上抬之后，我打算在这里跟领口最低点切齐做平口。腰身的部分它本来就在前后左右各有一条缝线，所以就用它的缝线往内缩来做腰身。同时在腰际线上做记号，等一下我把它放平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得出我的剪裁大概的样子。做好记号之后，就沿着记号来缝，确定这是你要的剪裁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多余的布料剪掉，然后车边。但是要保留其中一侧不去做车边，因为等一下要放拉链。确定前后左右是合身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上面多余的布料剪裁掉了。原则上的想法就是上半身越合身越服帖自己的身形越好，这样它才不会整个往下掉。因为我的布料是没有弹性的，所以现在做很合身的时候穿脱就会有问题，所以等一下要在侧边缝一条拉链。因为裙子相当的合身，所以拉链要越长越容易穿脱。我把刚刚稍微固定的缝线拆掉，本来想说这么短的拉链可能有机会过关，但没有。总之呢，它的原理就是拉链的正面朝向外部的正面，然后内衬的正面面向拉链的背面，这样来缝。开口的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用三明治的缝法把拉链缝合上去。完成之后，把裙子跟内衬两边摊开，然后我们要补这个缝线，两侧的缝线。完成之后就可以把内衬塞到裙子里面了。在装上那个很像云朵的东西之前，要先把腋下缝合在一起，所以又反翻到背面之后，现在正面对正面的状态，把腋下缝合在一起。测量这个要结合云朵的前板跟背板的长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衬衫肢解开来做剪裁。我这次要取用的是这件衬衫的前板2块以及现在这一块背板。我们要拿这些布料剪裁出大约30公分高，以及是你可以围绕上手臂一整圈的 1.5 倍到 1.75 倍长。所以这部分的布料就是要做拼接。我的大概只能做 1.3 倍左右，但没关系，就有多少布料做多少事情。所以现在就是把布料正面对上正面，缝在背面，把它们全部拼接在一起，然后车边收尾。
我在布料的背面前后两版的中点做了记号，再测量左右两个臂膀的上缘的长度，然后做记号。上缘的中间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要做松紧带，下摆一整圈跟两侧臂膀的上缘我们要往内翻折1公分或 1.5 公分，等一下要放松紧带。下摆要特别留一个小缺口，等一下是要从这个地方放松紧带进去。这个是两侧臂膀上缘的部分。我那时候突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觉得应该要缩短一点比较好，但后来想一想，那时候做错了，决定应该留30公分比较好。可我这时候剪到只剩下20公分，看你想要多大的云朵的感觉。中间前后要结合裙子的部分，我用比较紧的平针缝过，制造出皱褶的感觉。慢慢调整到与裙子要结合的地方一样宽度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云朵塞到内衬跟裙子中间，用3/4的缝法把它们缝合在一起。你可以拿比较粗的手缝针，我是拿缝毛线头的那种手缝针，你也可以拿别针，然后把这个松紧带穿下摆那一圈，拉出来之后直接打一个死结，然后把它拉平之后，再用平针把刚刚的缺口缝合好。两侧臂膀的上缘也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用手缝的方式固定。松紧带的长度就看你喜欢它多紧，那我的是供大家参考，我的是原本长度的1/2。最后我在拉链的上面多缝了一个可以固定的钩子，那么这一件旧衣改造就做完咯。我对于这个云朵的高度还是觉得有点奇怪，我觉得应该要保留原本的30公分来做。如果有隐形拉链的话，我也要换一个隐形拉链会比较好看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相似度蛮高的啦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旧衣改造的话，你可以帮这一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